大家好，由于今年加拿大出现了历史上最低的贷款利率，再加上加拿大政府各种疫情救助政策的刺激，加拿大近几个月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悄悄降温。究竟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向什么方向发展？现在到底适不适合买房？什么时候才是买房的正确时机？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10月份销售额小幅下降，这是自4月份以来销售增长首次放缓。这也可能标志着持续火爆的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造成加拿大房地产市场降温可能主要是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加拿大央行已经终止了刺激房价上涨的抵押债券购买计划。应该说，加拿大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主要归功于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直接导致了廉价抵押贷款充斥市场。去年由于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销量下降和价格增长停滞，加拿大央行决定购买抵押债券，以提高流动性。低利率推动了加拿大人的买房需求。数据显示，过去1年抵押贷款利率急剧下跌了 35%， 贷款成本大幅降低，购房者预算增加，最终导致加拿大房地产价格大涨。在加拿大房屋销售和价格创历史新高的时候，银行也感觉到风险空前高涨，因此呢，急需控制风险。加拿大住房贷款公司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要求收紧信贷政策。加拿大央行也宣布，从2020年10月26日终止抵押债券购买计划，低利率时代可能即将结束。造成房产市场降温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加拿大很多城市公寓市场供应已经出现过剩。公寓库存的增加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受疫情的影响，很多的家庭选择搬往郊区居住；另一方面呢，低利率政策增强了加拿大人的购买力，很多的家庭手里的钱原来只够公寓的首付，现在突然发现可以直接购买独立屋了。还有就是疫情爆发之后，像 Airbnb 之类的短期租金急剧下降，这些公寓业主转为长租，或者是干脆将自己的公寓出售。再一个就是新建公寓大量进入市场，导致本来过剩的公寓市场雪上加霜。这些呢，最终将导致公寓价格和租金在未来几个月内下降。来看一组数据，加拿大第3季度人口增长是25384人，竣工房屋的数量是51865套。新竣工房屋数量是人口增长的2倍以上，相当于加拿大上个季度为新增人口每人建造了 2.26 套房子。安大略省第3季度人口增加了10517人，新竣工18782套房屋，等于为新增人口每人建造了 1.79 套房屋。BC 省在第3季度人口增长了5308人，新竣工9795套房屋，为新增人口每人建造了 1.83 套房屋。其他省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CMHC 在4月份的时候就发出警告，他们警告首付 5% 的购房者不要购买公寓。据说很多不听劝的人，在5月份出手购买公寓的人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CMHC 的计算方式是，如果你首付为 5% 买房，得到的回报是从4月份开始的公寓价格变化减去强制性保险费用，最终得出的数呢，可能就是你首付大部分的钱都已经赔进去了。这个数字呢，还不包括许多购房成本。大多伦多地区目前 5% 首付投资公寓房的回报率是负的 112.36%， 在多伦多市赔的就更多了，回报率达到了负的 125.09%。温哥华的情况呢，会稍微好一些，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投资回报率照样是负数。房地产市场降温的第3个原因是，加拿大经济正处在大萧条之中，失业率可能长期居高不下。一方面呢，受疫情的影响，加拿大经济放缓；另一方面呢，加拿大人的债务却在迅速增加。央行的数据显示，从2季度开始，加拿大家庭债务与 GDP 比率急剧上升，达到了 115%， 高于上个季度的 101%， 而去年同一季度为 97%。加拿大银行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30号，大约有29万7千笔抵押贷款仍在延期，占总数的近40%。迫于债务违约压力，可能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抛售房产。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部门在给机构客户的一份报告中预测，抵押贷款违约率将在2021年下半年之前上升。再来看看失业率方面的统计，多伦多是加拿大失业率最高的城市，10月份失业率是11.5%，温哥华10月份的失业率是9.7%。蒙特利尔的10月份的失业率是9.6%。加拿大破产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破产人数较上一季度大幅增加，破产人数上升7.9%。根据上面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这些加拿大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失业情况。加拿大正处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加拿大央行预计至少要到2022年才有可能恢复。房地产降温的第4个原因就是受疫情的影响，加拿大新移民的数量急剧下降。一般来说只有居民增加，住房需求才会增加，不然你盖了那么多房子给谁住？加拿大政府的数据显示，到今年第3季度，新移民数量仍在急剧下降。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跌幅领先全国，尽管蒙特利尔稍有改善，仅仅是因为去年他们出现了负增长。第3季度，多伦多新增12775名新移民，与上一季度基本持平，与去年相比暴跌了63.88%。温哥华暴跌69.16%。蒙特利尔本身就是新移民为数不多的城市，第3季度也下降了38.64%。除了以上4个方面，其他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政策都会影响未来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比如说，加拿大政府前几天发布的秋季经济声明中声称加拿大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海外买家税。再比如，温哥华计划大幅提高空置税，他们2019年的税率呢是1%，20年呢提高至1.25%，21年呢他们计划提高到3%。所以打算买房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些政策的变化，只有这样呢才能把握正确的买房时机。我的频道也会持续跟进这方面的消息，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见这些内容，那就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再见。